林晨，今天这小龙虾不涨到16块，你一辆冷藏车也别想开出村。林老板，不能耗了，市里鼎仙酒端那边定死了7点半必须入库，误了他们中午做麻辣小龙虾的饭考，下个月督工合同直接作废。今天发市里的单子是15000斤清水小龙虾，合同规定迟到1次扣单批货款30%，连续2次死虾率超标，却切斤少两直接清退，并扣付20万保证金。堵门的都是清水村村民。林晨，少在这儿装死！你在村里11块收我们的桶货，转头拉到城里大酒楼卖18，一斤小龙虾你净赚7块，7块！你这心比糖泥还黑！一天1万多斤，一斤7块，你一天兜里进大几万啊！怪不得你买冷藏车建这么大的冷库。涨价，今天必须给到16。林晨，乡里乡看着你长大，你这差价吃得太狠。夜市里一盘13香才卖几个钱，肉你吃了，总得给大家留口汤。宝田叔，多少算留口汤？16，市里市场大虾就18，足够了。你留2块钱当运费。我家狗你最有心了。赵桂花，5年前7月，天气闷热，你家虾塘翻塘缺氧，小龙虾死了一大半，剩下半死不活的，你拉到镇上，2道贩子3块钱1斤都不要。是谁连夜花高价找了带氧气泵的水车，给你拉去城里夜市大排档当便宜虾尾处理的？我按8块收的，倒贴人工，保了你老伴买心脏病药的钱。宝田叔，3年前发大水，你家防逃网全冲了，我个人垫资8万，让你家重新买苗撒石灰调水。王马子，前年你为劣质下脚料，小龙虾起黑底长寄生虫，全县没人敢要，我请水产站技术员连夜给你撒药，找了10个女工用刷子一只只刷干净虾腹，保本帮你塞给路边摊。村里以前限3轮车的烂泥路，谁掏20万铺的柏油？你们塘里现在的自动增氧器，谁去厂家压价谈的5折？你们说我为了赚钱？对，我就是为了赚钱，我不图发财，大半夜跟这闻腥味儿。听见没？他认了，他就是吸血鬼。1吨碎冰200块，3辆冷藏车的油费和折旧，零下18度冷库的电费，我11块收你们的桶货，大大小小什么都有。酒楼要的是7到9钱的精品，我得雇20个工人通宵分选机，把3、4钱的小虾挑出来低价处理，再上洗虾机洗掉你们带的2两泥。从村里拉到市里，路上起码10%的死虾损耗，顶先压我3个月的账期。我拿银行高息贷款顶着，给你们当场用现金结账。你们把虾往瓶上一倒，连泥带水，一手交货，一手拿钱回家睡觉。运到酒楼死1只，酒楼扣我2只的钱。迟到1次，罚款我1个人背。16，意思是让我出车、出库、出人工，替你们把桶货分拣成精品，再担几十万违约风险，替你们免费打工。那你少赚点不就行了？你们今天是来商量的？你们是算准了我周末有大单，违约金高，故意堵车逼我捏鼻子认单，生吞我的利润。就逼你了，怎么着？没有我们清水村的虾，你今天送不出货，等着赔20万吧，鱼死网破！没有你们的虾，我还能收李家洼、黑林窝、大河乡的，但没我林晨，你们的小龙虾连村口都出不去。你吓唬谁？你没货交差。李家洼李叔，钓5000斤小龙虾要7靠以上的精品大虾，按合同价走，虾要吐干干净泥，我加2000运费。黑林窝赵哥，你昨晚扣下那5000斤送我这儿，只要青壳和红壳死的一律不要，现结。大乡合作社备5000斤送来，合格，下个月签长期供货协议。把车上清水村的虾全给我卸下来，扔回瓶上。兄弟们，卸车！林晨，你真不收！这7块钱差价，你们自己去夜市酒楼赚，千万别求我。装，让他接着装。
1-2个小时凑15000斤洗干净的小龙虾，他当自己是龙王爷呢。咱们可是清水养的，别村那都是臭水沟里爬出来的。大酒楼做麻辣小龙虾能要那种破烂？等他交不上货，咱们直接要18。老板绝了，腹白腮边干净，钳子挥得有力，全上机器过筛了，清一色7钱到9两的精品。林老板交代，哪敢含糊？昨晚在净水池饿了一夜吐泥，上了洗虾机刷了2遍，以后只要你收，李家洼的小龙虾随叫随到。林老板，死虾、黑底虾3、4钱的碎虾，我们在村里就挑出去打折当虾尾卖了。活蹦乱跳的大个头都在这儿，规矩您定，要多少供多少。过秤，打碎冰，装车。有些村把自个儿当盘硬菜了，人家外村这货才叫规矩。11块钱收桶货，分拣完连8块成本都不够，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，守着金饭碗要饭，活该穷死。林晨，你故意喊外村人来打我们的脸？是你们自己把脸凑下来逼我打的。堵门卡我资金链，这就是你们要的利润。你们的虾拉走，别脏我的地。你今天不收，以后真不卖你了，你别后悔。随便。不要拉倒，咱们自己卖。哼，市里大排档多的是，桶货咱们也能自己送。统一收购，对外最低16，城里人夏天最爱吃这个，咱们直接拉到夜市大排档去卖。谁低价卖给林晨，就是全村叛徒。这几块钱差价，咱们自己装兜里。发了，这回真的要发大财了。老板，他们真打算拿着没过筛的桶货去送酒楼夜市？商业的门槛从来不在虾塘里。那道大酒楼的采购门，连泥带水的桶货，他们连摸的资格都没有。让他们去撞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才知道自己手里的死虾烂虾在城里到底值几个钱。麻子，开慢点儿，这可都是16块钱1斤的金疙瘩。放心吧，婶儿，我这车技闭着眼都能开进城。林晨，你就在这守着你的空库房哭吧，等我们从市里拿了现金回来，馋死你！老板，这大热天的，连个碎冰都不打，2000斤小龙虾全闷在那个破面包车里，水温一上来，不死才怪了。随他们去。今天他们要是能把这车泥巴桶货卖进鼎仙的门，我林晨的名字倒过来写。保安兄弟，我们是清水村合作社的，来给你们酒楼送小龙虾，桶货只要16块1斤，个头都不小。送货的在系统里预约过吗？哪家供应商的？没预约，我们是原产地直供。以前那个清源冷链的林晨就是从我们村拿的货，现在我们撇开他，直接给你们送，便宜保准好。
没预约报备，车牌不在白名单，进不去。再说了，收水产必须是专业冷链车，还要有检疫证。你们连分拣都没分，赶紧走，别堵着这门。嘿，你一个看大门的怎么这么横啊？知道车里这货值多少钱吗？哼，把你们采购经理叫出来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，我们走还不成吗？这咋办啊？这可是2000斤啊！再这么塞下去，全得死绝了！人家讲的是冷链资质，咱们连门都摸不着。哟，这不是刘村长吗？听说你们踹了林老板，自己单干了，怎么跑高架桥底下卖臭虾来了？侯老板，这货你能收吗？早上刚捞的，就是热着了，上面还有活的。一口价4块钱1斤，统收。4块？林晨的王八蛋以前还给11呢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哼，嫌低，去找你的林老板啊，问问他这车死虾他要不要。再等半个小时，2块钱我都不收。卖。不是说去酒楼卖16吗？怎么成3块了？这次是咱们没经验，没开冷藏车，热死了，这怪不得我们。宝天叔，这咋办啊？这桶货再卖不出去，今年买虾苗和饲料的钱就全打水漂了。吵什么吵？有活路了！各位，我今天去市里找我那以前混社会的大哥打听了，找到一条发大财的路子。市郊有个大型水产深加工厂，叫宏旺海鲜。人家专门做那种卖给小夜市和外卖店的廉价麻辣小龙虾尾，一天能走几10万的量。嘿嘿，我那大哥跟里面的采购经理喝过酒，搭上线了。人家现在急着赶一批后货，到处收虾。你们猜人家给多少钱？15块，统收。15，统收，啥意思啊？统收就是不管大虾小虾，人家全要啊，不挑。但是人家大厂有要求，开口就是大单，限期3天，必须凑齐2万斤送过去。2万斤，咱们村现在的活虾，满打满算也就15000斤，上哪儿去弄另外5000斤？宝天，你是不是死脑筋？这几天家里死在盆里臭了的小龙虾，不是还没扔吗？混进去啊！还有那些没长大的虾米，全兜底。桂花嫂子，这可不中啊！死虾吃了是要闹出人命的。放你的狗屁！加工厂剥虾尾全是用机器，大锅煮，一把廉价辣椒精，1桶劣质花椒油倒进去，死虾活虾煮出来全是一个味儿。人家每天几10万斤的进出，谁有那美国时间一只一只去挑？咱们把死虾和没长大的指甲盖虾米垫在筐底下，上面铺一层活蹦乱跳的好虾，2万斤送过去，30万现金直接拿回来分，干不干？呸！干！死道友不死盆道好，城里人胃口好，吃不坏。
大家回去连夜装车，明天一早发车去洪旺海鲜。快点，手脚都给我麻利点，别让外人瞧见了。表面冲干净就行，装车。林总，你这品控和卫生标准真是没话说，交给你，我们董事长100个放心。林老板忙着呢，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2万斤大单，统货15块1斤。今天这30万拿回来，我们清水村全村下馆子，你就在这儿给外村人打工吧。呸！黑心肠的东西，离了你，我们照样发大财。林总，这帮人疯了吧？这味儿都臭了，死虾也敢往外送？老板，他们去的是郊区那个洪旺海鲜，收统货给15块，这也太恶心人了。你真以为他们能拿回30万？啥意思啊？洪旺海鲜上个月刚因为加工虾尾添加违规防腐剂，被重罚了30万。现在资金链全断了，拖欠了下游10几个供应商的款子，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。正规渠道根本没人敢给他们供货，他们才在外面放风高价收统货，就是为了骗一波原材料做最后的挣扎。那这帮村民这一去，上赶着去找死，就赶着才有一钱，拿着2万斤掺了发臭死虾的垃圾，去找一个正愁没借口赖账的流氓企业。哼！今天晚上我就看看他们这帮人怎么从弘扬海鲜的大门里爬出来。兄弟们，进大厂了，叉车卸货，正规流程。宝田叔正在对单子，准备拿麻袋装钱吧。房子哥林晨那个黑心中间商闪，拿到他们哪里去了？我们自己对接战斗。这场狂欢只持续了不到20分钟。这就是你们说的优质小龙虾？孙经理，出事了！这帮泥腿子拿死虾糊弄咱们，货不对表。死虾率超过40%，泥沙严重超标，私自混装未成年虾苗，连张最基本的水产检验证明都没有。你们这是来卖小龙虾的，还是来投毒的？孙经理，咱们早上电话里不是说好了，统货15块不挑大小的吗？哼，我是说过不挑大小，但我没说要收一堆发臭的垃圾。我们加工厂是做虾尾卖给人吃的，你这批货要是进了生产线，我整个厂子明天就得被查封。孙经理，您消消气儿。底下确实有几筐热死的，我们现在就挑出来扔了，行不行？好的活小龙虾您按15收，死虾我们自己倒掉。挑2万斤货，你们几个人给我挑？挑到下个月吗？我这场地费和工人的计时工资你出？这批货严重的以次充好，违约在先。现在我给你们2条路：第一，马上带着你们的臭虾给我滚出厂区，把场地弄脏了，赔我2万块钱清洁费。第二，我当做次品废料收了，拿去打甲鱼饲料。
2块钱一斤。2块，2块！你他妈怎么不去抢啊？从村里雇车拉过来的运费都不止2块，你坑我们！想闹事儿？去市里打听打听，洪旺的厂子是你们几个泥腿子能撒野的地方吗？想报警随便报，看看警察来了，是抓我压价，还是抓你们无证销售死海鲜诈骗？1块钱，你们是不是在外面把钱给贪了？我的天塌了！国家买虾苗和饲料的钱，连个零头都回不来。包天叔，黄麻子，你们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我欠了多少万呢？不是说30万吗？钱呢？提醒，赵桂花，你们开着拖拉机堵我大门，逼我捏着鼻子认亏的时候提醒我了吗？你们抢着把烂虾、臭虾装上车，想去城里坑钱的时候提醒我了吗？你们在车上吹口哨，骂我是黑西西药鬼的时候，想过要我提醒了吗？我曾经给过你们11块钱一斤保底的安稳日子，是你们自己嫌少，掀了桌子。现在，外面的风雨打在脸上了，你们才知道疼。晚了，清水村的小龙虾，我林晨这辈子都不会再收1颗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这可怎么办？猴兔子今天连4块都不给了，说最多给2块，收去打王八饲料。活的小龙虾存不住，卖不上价，咱们就做成虾尾，搞深加工，大家刷短视频呗。现在网上卖的最火的就是那种抽真空的麻辣小龙虾尾、蒜蓉虾尾。人家一盒净重才1斤，能卖30-40块钱。咱们村这虾自己去头，架大锅煮，自己抽真空上网卖，利润比卖活虾高2倍。可咱们又没大厨，也不会配料啊。死虾做出来能好吃吗？这算个屁事儿！我花2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个重度麻辣的秘制配方，去镇上批发点便宜香料，只要调料放得够重够辣，死虾活虾煮出来全是一个味儿。城里人喝冰啤酒就爱吃重口味儿，谁吃得出来这虾死没死啊？干了！自己做品牌，就叫清水秘制小龙虾。9块9包邮，老铁们产地直发，纯人工清洗，秘制配方，手慢无。我就说嘛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。林晨那个吸血鬼，要是看到咱们现在卖的这么火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
老板，清水村那帮人真疯了，没有任何食品卫生许可证，没有无菌吃房，直接在露天院子里用大铁锅煮死虾，还敢抽真空往外卖，这特么是要吃死人的！这就是无知者无畏。食品工业的红线，他们以为是村口那条臭水沟，想跨就跨。不用咱们动手，最迟这周末，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天塌了。家人们，紧急避雷！这家叫清水秘制的3无毒虾尾，大厂杆菌严重超标100倍，用病死虾、工业香精掩盖腐臭味，这简直是在投毒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科今晚已经因为这玩意儿爆满了，10几号人急性让胃炎，严重的脱水休克，食品安全无小事，这家黑心作坊必须被彻底查办。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营业执照呢？食品生产许可证呢？员工的健康证呢？领导，我们这是村里的初级农产品加工自己弄的，没办那些证。初级农产品加工，你们这叫非法生产有毒有害食品。你们加工的熟食，大强杆菌超标200倍，违规滥用防腐剂和工业香精。昨晚镇上10几个人吃了你们的虾进急诊洗胃，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躺着。老实点，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造孽啊！我们就是想多挣2个钱，怎么就犯法了？林总，看市台的新闻了吗？清水村搞出大毒虾事件了。看了。林总，我今天代表集团高层必须跟你确认一件事，你的清源冷业现在绝对没有混进一只清水村的小龙虾吧？绝对没有。我的新冷库全程24小时监控，每一批货都有产地溯源码和过筛记录。你们质检团队每天早上都在我这儿驻场抽检，你最清楚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集团董事会今天下午开了紧急会议，下了死命令。为了保证我们酒楼在夏季 run 季的绝对食品安全，后续所有的供货合同里必须加一条免责赔填协议。什么协议？严禁任何清水村产区的水产品进入我方供应链，哪怕是一只虾都不行。一经发现，不仅取消全部合作，还要追究300万的品牌名誉损失费。老板，鼎仙这是下达了全行业的封杀令啊！这通告一贴，等都给清水村的小龙虾判了死刑。不是鼎仙封杀了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后路挖得干干净净。自家池子捞的新鲜好虾，便宜卖了，10块钱1斤，来瞧瞧。大伙儿别走啊！我们这真是活虾，今天早上刚捞的，没毒啊！滚滚滚！你们清水村的毒虾还敢拿出来卖？想吃死我的客人们吗？滚远点！
全死了。不捞是死，捞上来也是个死。我们村完了。可算出来了。为了保他，咱全村砸锅卖铁凑了20万罚款，连我孙子辈的钱条都牵出去了，活该！要不是他跟王莽子搞那老式的毒虾尾，合作社能被顶格重罚。现在王莽子直接被刑拘，等着判刑，咱全村都跟着倒了8辈子血霉。刘村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村合作社散了，名声也臭到了全县。你们用村委名义给我打的白条，连本带利15万私料款，今天必须结清。少1分钱，我把你家这刚贴了瓷砖的洋楼门面给砸了。李老板，你宽限几天？村里现在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，罚款刚交完。少跟我哭穷！我卖的是饲料，不是做慈善。没现钱是吧？车钥匙拿来。增氧机、抽水泵全给我搬走抵债！哼，负债子偿，车算你5万，剩下的10万负债子偿，让你那个在城里上班的儿子打钱回来。哼哼，要是不给，明天我就去他单位拉大白横幅，拿高音喇叭闹，你看他那铁饭碗还保不保得住？求你们别害我儿子，钥匙在这儿，车你们开走，拿去抵债。现在好了。我家3万块钱的饲料账还不上了，虾全烂在塘里发臭了，你今天必须把差价还给我！对，赔钱，赔我们的血汗钱！今天把差价赔出来。刘宝田的车都被开走了，王莽子进局子了。今天拿不到钱，老子直接砸了你的家！大家伙儿，给我搜！老子拿这个冰箱抵债！老死！老板，清水村这回算是彻底完了。我刚才打那路过，好家伙，村里简直闹得鸡飞狗跳，跟遭了土匪似的。听说现在他们全村连2毛钱1斤的白菜价卖虾都没人敢收了，那大片的虾塘水都发黑发臭了，小虾吃大虾全死在里面了。老板，这帮老家伙又想干嘛？还嫌害咱们害得不够，来闹事儿。林晨啊，林老板，算是齐叔公豁出这张快入土的老脸，求求你了，你发发慈悲，救救我们清水村吧！
再没人收下，咱村就要家破人亡了呀！林晨，你也是清水村走出去的孩子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去死啊！七叔公，您现在就是把脸摔在泥里，也不值钱了。林晨，你也是吃清水村的百家饭长大的，你这心就真这么狠？真要看着全村人饿死？七叔公，少跟我提百家饭，我不欠清水村的。修路、垫资、拉设备，我林晨还给你们的，早就够买下10个清水村了。上个月你们全村开着拖拉机堵我大门，要把我往死里逼的时候，您老人家就坐在大槐树底下抽烟，没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吧？怎么？那时候想生吞我的利润，不提百家饭，现在虾烂在水里卖不掉了，跑我门口来下跪谈感情了？是宝田和赵桂花他们糊涂啊！他们挑的事儿跟我们这些老骨头没关系啊！林老板，我们认栽了，不求11块，你给个成本价3块，3块钱一斤，你把塘里的虾拉走吧，好歹给乡亲们留条活路。3块，七叔公，您还没搞明白状况吗？这不是3块还是11块的问题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昨天晚上，市里新闻已经播了，你们清水村为了赚黑心钱，用死虾、臭虾、烂虾加上工业防腐剂，吃进重症监护室10几号人。现在在整个市里，清水村这3个字就等于毒药。鼎仙集团下了死命令，我的供应链里只要敢混进1只清水村的小龙虾，赔偿300万，全行业封杀。李家湾黑鳞窝的虾那是食品，你们清水村的虾那是生化武器。你让我3块钱一斤收你们的毒药，放进我干净的冷库里，去毁了我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冷链品牌，去砸了我手底下几10号工人的饭碗。你们清水村的人脸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他们砸掉的不是几块钱的差价，而是进入市场的准入资格。信誉破产，等同于商业死亡。那塘里剩下的几10万斤活虾怎么办啊？关大门，落锁。以后清水村的人靠近月台10米以内，直接放几条高加索朽出去摇。明白。啊，老天爷呀！李老板，使不得呀！李老板，这车是我儿子的，你开走了，我怎么跟儿子交代呀？不给车，行啊，拿30万现金出来。刘宝田，你以为我李老板的饲料是白送的？老子今天开走这破车，连你这一半都没填上。刘宝田欠债还钱，养出个吃国家粮的儿子，不干人事儿，纵容老子坑蒙拐骗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刘宝田，你这老糊涂，你放着林晨安安稳稳的钱不赚，非要去贪，去骗，现在你把我的人生全毁了！我城里的房子断供了，老婆要跟我离婚。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爹，你死在村里，我也不会回去看你一眼。刘宝田完了。曾经威风8片的村长，如今只能歪着嘴坐在轮椅上，靠着村里每月200块钱的低保度日。而他那引以为傲的洋楼，早就被债主当成了饲料中转仓库。
求求你，求求你们借我点钱吧，哪怕10块钱也行啊！我家老伴心脏病犯了，连挂吊瓶的钱都没了啊！求求你们了！滚一边去！借钱给你，你和王麻子当初上蹿下跳、煽风点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全村都被你们害得倾家荡产？我呸！赵桂花现在每早上4点起床，推着个破3轮去隔壁镇垃圾站捡纸壳子。相比清水村的鬼哭狼嚎，我的清源冷店接应来爆炸式的增长。在这个被毒水产搞得人心惶惶的夏天，只有我这里的货绝对干净，绝对安全。这就叫品控，这就叫壁垒。林总，这怎么还给咱们涨钱了？市里终端价格涨了，利润我从不独吞。大家供货规矩，这钱是你们应得的。但我有句丑话必须说在前面。现在清水村的人穷疯了，有人把塘里的虾捞上来，偷偷以1块钱甚至5毛钱1斤的白菜价拉到别的村，想混进你们的货里卖给我。各位，我的溯源码，只要查出哪一箱货里混进了哪怕1只清水村的劣质虾，供货的这个村当天的货款全部扣留，给村永久拉黑，永远剔除出清源冷链的供应链。这12块钱1斤的长久饭碗和5毛钱1斤的摊头，你们自己掂量。林总，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黑林窝村口派人值班。清水村的拖拉机要是敢靠近我们村半步，我带人把他们车给掀了。绝对不收他们1只虾，咱们不能为了一颗老鼠屎砸了自己的金饭碗。这就叫绝户计，不用我亲自下场，外村人为了保住自己眼前的巨大利益，就会自发形成一道铁墙，把清水村死死封锁在那个烂泥塘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哎呀，就是今年跟着林总真是发了大财了。那些曾经趾高气扬逼着我涨价的村民们，现在只能起早贪黑，背着蛇皮袋给别村当临时工挑泥巴、洗虾筐，一天干10个小时，赚70块钱辛苦钱。规矩永远是血淋淋的，不吃教训的人只能去吃土。第2年的5月初夏，小龙虾的旺季又到了。经过一整个冬天的洗牌，市里的水产市场彻底变了天。宏旺海鲜那种搞黑心深加工的流氓大厂，早就被查封，老板卷款跑路被抓。而我的清源冷链吞下了市里70%的高端小龙虾供货份额。冷库的规模扩大了1倍。我引进了3全自动的洗虾分拣线，又加了5辆囊车，现在每天的走货量突破了3万斤。李家洼、黑林窝和大河乡成了我最核心的3大直供基地。李建国10万2千，赵大柱9万8，上来领钱。谢谢支书，跟着林老板干，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在农村，什么口号都不如真金白银来的实在。守规矩、重品控就能发财，这成了这3个村的铁律。妈的，去年这会儿站在台上发钱的是咱们清水村啊！谁说不是呢？
凌晨以前给咱们保底11块，大大小小全收。现在咱们给人家洗1天的筐，还买不起2斤好虾。王老二，筐洗干净点，里面要是留泥，林老板那边的分拣线查出来是要扣我钱的。干不明白，明天别来了。知道了，老板，马上洗，马上就洗干净。这就叫冰火两重天。亲手砸碎自己金饭碗的滋味，比生吞了玻璃碴子还要割喉咙。在农村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当大家兜里都有钱的时候，见面都是和和气气；但当大家饭都吃不上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的时候，老子和你拼了！人性里最恶的那一面，就会像毒蛇一样钻出来。清水村开始内部狗咬狗了。你个丧门星，老不要脸的，还敢去我垃圾桶里翻废铁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要不是他跟王莽子当初撺掇大家拦车涨价，咱们村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老伴儿没钱买药了，我就是捡个瓶子。你老伴儿死不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家买猪肉的钱都没了，全是你害的。上个月是法院刚判下来，判了3年0.6个月。老婆当天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连大铁门都拆去卖废铁了，造孽呀！强子，你得去求求林晨啊！现在全县只有他能消化这么大的量，咱们以前的虾塘再荒1年，这辈子都还不清债了。是啊，强子，你去求他，哪怕去给他装孙子，挨他的耳光，只要他肯收，咱们现在什么条件都答应。你们觉得林老板现在还缺咱们村这点货吗？人家现在跟大酒店签的是最高标准，咱村的名声已经臭成什么样了，你们心里没数？那怎么办？真把人逼死吗？我的贷款信用业天天堵门啊！今天下午，我去清源冷链门口蹲了5个小时。林老板没见我，但老孙给我递了句话。林老板说，清水村的货他可以再给一次机会。规矩得按他的来。林老板，这是村委盖了章的授权书，从今往后村里的事儿，我代表大家跟您谈。废话不多说，我的规矩老孙应该告诉你们了。老孙说了，但林老板这个条件是不是太狠了点儿？狠？半年前你们全村堵我大门，逼我吃下20违约金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？现在想重新上我的车，但我不是做慈善的，想跟我做生意，把这3条规矩刻在骨头里。第一，收购价，桶货不收，全部在你们村过筛分拣完再送来。4到6钱的小虾我不收，7到9钱的精品小龙虾6块钱1斤。6块？林老板，现在市里精品虾的挂牌价都18了，你以前收我们大大小小的桶货还给11块呢，6块钱，刨去饲料和电费，咱们1斤只能赚5毛钱的辛苦钱呀！嫌少，门在后面，不送。第二，连坐制，清水村的所有货每天早上6点送到我的2号副库，必须接受双倍抽检。只要抽检中发现1斤死虾或者有喂过劣质抗生素饲料的痕迹，当天的货全部倒掉做化肥，1分钱不结。村里谁家干的，你们自己去查，查不出来全村连坐，合同作废。第三，赵桂花家、刘宝婷家、王麻子家，以及当时带头闹事堵门的12户国家，永久进入清源冷冻的黑名单。他们家养的虾
就是白送我也绝收。如果让我发现你们谁偷偷混装了他们这几家的货，违约金100万，拿你们全村的虾塘抵押。这哪里是什么供货合同，这简直就是一份字字见血的卖身契。可是不签，全村人就得被李老板那些债主逼上绝路，连饭都吃不上。我签。以前他们站着赚11块的底钱，总觉得我黑心算计。现在他们却只能跪着，感恩戴德的赚着6块钱的卖命钱。去库房拿一批蓝色的周转箱给他们，从明天开始按规矩交货。回去告诉村里人，在我这儿只有规矩，没有情分。守规矩，你们能活命；不守规矩，这合同就是催命符。李老板，谢谢您给口饭吃，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老板，其实现在给他们8块，咱们利润也够大了，给6块，是不是压得太死了？老孙，人这种生物，记吃不记打。你给他1分恩惠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；你给他2分，他开始贪心；你给他10分，他就想骑在你脖子上拉屎。在底层摸爬滚打，善良没有獠牙，就是别人案板上的肉。6块钱能让他们每天累死累活，刚刚够还债和吃饱饭。只有饿着肚子赚来的辛苦钱，他们才知道珍惜，才不敢再有掀桌子的胆量。每个人都像最温顺的羊，为了那6块钱的救命钱，拼命地守着我的规矩。老二，这是婶子在野沟捞的5斤大虾，品质好着呢。你悄悄混在你们家的蓝箱子里代卖了吧，求你给婶子一口活路。滚远点，别连累我们，我们还要靠林老板给的这6块钱活命。赵桂花，你个丧门星，你想害死咱们全村是不是？敢往蓝箱子里掺，老子今天砸了你全家！滚出去！这就叫商业，这就叫江湖。没有血流成河，却比任何刀剑都让人刻骨铭心。签下万身契后的清水村变了，变得极其安静，安静的像一台没有感应，只知道榨取体力的破机器。以前我包底11块统收的时候，村里家家户户有闲钱请帮工，天亮才慢悠悠起网扯闲篇儿。现在没钱请帮工，单杆以下软壳的以及发黑毫无动静的死具。孙哥，可能是在车上刚热死的，刚才装漆的时候还是活的。我这只认现货，不听解释，规矩知道吗？我该死，我眼瞎没挑干净。在绝对的商业规则和饥饿面前，这群曾经无法无天的散户，被驯化成了最听话的螺丝。1斤6块钱，他们扣掉高昂的饲料和电费成本，1斤只能赚4毛钱。一家人一天拼死拼活弄出100斤精品虾，挣40块，刚好购买米面，
勉强凑齐贷款月利息，本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而那些被拉入黑名单的12户国家，更是活在人间地狱里。你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大婶儿，求你了，我就这5斤大虾，是我半夜偷偷去野沟里摸的，你帮我混在你的筐里，卖给林老板吧，30块钱婶儿分你一半，我老伴明天真没钱买药了。你想害死全村人啊！我的钱，我的救命钱啊！想死别拖累我们！林老板的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混装黑名单的一只虾，罚款100万，全村连坐。你想让我们全村跟着你陪葬？当初是你要涨价，是你要去大厂，现在这烂摊子你自己吞，滚！有些错，老天爷都不会给你改过的机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是1年夏末。小龙虾的旺季马上就要收尾了。这1年里，清源冷链彻底垄断了市里的大盘。我把资金砸下去，跟大河乡、祥老、黑林窝联合成立了大型农业合作社，包揽了虾苗培育、饲料批发和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。市里不仅给了我们市级龙头企业的牌子，接下来连省台的农业频道都专门来做过专访。这是全村人这半个月没日没夜抠出来的血汗钱，刚好够还这季度村里集资款的利息。林老板，今年的单子全走完了，明天开始冷库停收，清空销杀。塘里剩下的小虾别捞了，留着明年做种吧。知道了。林老板，怎么，账目不对？不是账的事儿，我就是心里憋了句话，想跟您说说。以前村里人都觉得你赚钱太容易了，大半夜开着车来，过个秤，转手卖给城里，1天就能赚几10万，跟抢钱一样。后来我们自己开着面包车，拉着活虾跑了市里1圈，甚至被那个黑心大厂剥了一层皮。我们才明白，从小龙虾塘里把它捞上船，那不叫钱，只是一堆带泥的活物。能有资质、有门路、有冷链，把它安安全全送进大酒楼的后厨，换成真金白银，那才叫钱。晚懂也比不懂强。回去告诉乡亲们，明年开春清水村的保底收购价涨回8块。林老板，您说真的？我从不开玩笑。压你们6块钱是让你们记住疼，给你们涨到8块是让你们能活下去，继续给我供货。但规矩一条不改。这中间的差价不是跑腿费，是林老板您扛着的所有风险和规矩。谢谢林老板，我这就回村告诉大家，谢谢您大恩德啊！老板，你真打算给他们涨价呀？这帮孙子压死他们算了。老孙啊，做生意讲究个张弛有度，血可以抽，但不能把骨髓抽干。骨髓抽干了，就没人替咱们干脏活累活了。经历了这一场，清水村这辈子都不敢再跟我凌晨呲牙了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他们就是最老实、最拼命的供货商。乡亲们，林老板给咱们涨价了，涨回8块了，咱们有救了。
商场如战场，永远不要用你的无知去挑战别人的饭碗，因为商业的规矩永远只在大炮和钞票的射程之内。